很多人读《封神》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觉，阐教12金仙是三界最顶级的天团，师傅是混元圣人元始天尊，占着昆仑山最好的修行资源，闯过了诛仙阵、万仙阵两大杀局，夺过了封神榜，最后必然是个个道果圆满，往成圣的路上一路狂奔，甚至还有人把他们和杨戬、哪吒的肉身成圣混为一谈，觉得师徒两代一起飞升是封神最大的赢家。可你要是真翻透原著，就会发现真相恰恰相反。封神大战结束后，12金仙不仅没有一个修成元始天尊那样的混元圣人，反而连金仙境界都险些没保住，其中4位更是直接转投了西方教，换了赛道修行。反倒是他们的徒弟杨戬、哪吒、金吒、木吒、李靖、维护、雷震子这7个3代弟子，个个肉身成圣，前路一片光明，这就很反常识了。拿着3界最好的资源，跟着圣人师傅修了上千年，怎么到头来师傅反而不如徒弟有前途？元始天尊既然能随手破掉黄河阵，能拿出无数法宝，为什么不帮自己的亲传弟子一把，直接推他们成圣？其实答案早就写在书里了。早在9取黄河阵前，元始天尊看着横七竖八躺在阵里的12位弟子，当着燃灯和姜子牙的面轻声叹了一句话。这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把刀子，直接戳破了12金仙成圣路上的死穴，也算是给他们的修行生涯下了最委婉的判词。只是大多数人读的时候都匆匆划过，没听懂这句警告背后藏着多么残酷的修行真相。要读懂这句话，得先搞懂封神世界最核心的一条暗线。修仙从来不是拼法力、拼法宝，甚至不是拼根型，拼的是心性。很多人对修仙的理解还停留在打怪升级的层面，练出多少年内功，学会多少神通，拿到几件法宝，境界就自然往上走。但封神的底层逻辑根本不是这样。作者许仲林从第一回开始就埋下了一个贯穿全书的设定，神仙每过1500年就要逢一次杀劫，躲得过去继续修行，躲不过去轻则道基损毁，重则生死道消，连轮回都未必能入。为什么会有杀劫？难道是天道故意刁难神仙？当然不是。原著里太乙真人面对石矶娘娘的质问时，亲口说过一句实话：因吾辈1500年不曾斩却三尸，犯了杀戒，故此降生人间，有珍珠杀伐。一句话道破天机，杀劫不是外来的，是自己招来的。因为三尸未斩，所以心里有执念，有嗔怒，有贪欲，心神不宁，才会被红尘因果缠上，才会陷入打打杀杀的劫数里。换句话说，杀劫就是心性的考卷，你心里的破绽越多，劫数就越重。而三教共立封神榜本质上就是给天下所有犯了杀戒的修士安排了一场统一的渡劫考场。根行深，心性好的熬过杀劫继续修仙，根行次一点的战死之后封神去天庭当差，根行最浅的直接堕入轮回，从头再来。12金仙就是这场大考里最典型的优等生卡瓶颈。你说他们根行差吗？当然不差，能被元始天尊选入玉虚宫当亲传弟子，个个都是万中无一的好苗子，在昆仑山上清修了上千年，早就修出了顶上三花，胸中武器是实打实的金仙果位。放眼整个三界，除了寥寥几位圣人，他们已经站在了修行者的第一梯队，但金仙和圣人之间隔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天堑，这道天堑就是斩三尸。我们先回到9曲黄河阵那场戏，看看元始天尊的那句警告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说出来的。原著第50回，三霄娘娘为了给赵公明报仇，摆下9曲黄河阵，用混元金斗把12金仙挨个拿进阵里，削了他们的顶上三花，毙了他们的泥丸宫，把千年道行打回了原形。燃灯道人没办法，只能请元始天尊下山。元始天尊进了黄河阵，慧眼一扫，看见12弟子横睡直躺，闭目不争，一点都没有生气，也没有立刻出手救，只是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只因三尸不斩，六气未吞，空用功夫千载。你细品这句话，他没有怪三霄娘娘以大欺小，也没有怪弟子们本事不济，反而直接点出了本质。
你们落得这个下场，根本不是对手太强，是你们自己修行不到家。三尸没斩，六气没消，哪怕辛辛苦苦修了1000年，也是白费功夫。这哪里是感慨，这就是最直白的警告。相当于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们平时看着风光，其实底子全是虚的，一戳就破。很多人觉得混元金斗是先天灵宝，威力无穷，12金仙打不过很正常。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混元金斗专削玉虚门下的三花？为什么他对燃灯道人就效果有限？难道是三霄娘娘故意挑软柿子捏？当然不是，原著里写得很清楚，此混元金斗正应玉虚门下徒众，该削顶上三花，天数如此，自然随时而至。什么叫该削？就是你自己的道果有破绽，天道就会顺着你的破绽给你降灾。混元金斗只是应节而生的工具，就算没有三霄，没有金斗，也会有别的人、别的法宝来戳破这个破绽。打个最通俗的比方，一个人身体里有隐疾，自己不知道，平时看着身强力壮，结果一场流感过来，别人都没事，就他倒下了。你能怪流感太厉害吗？本质上还是自己身体有漏洞。12金仙的漏洞就是三尸未斩，斩三尸到底是什么？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说人体内有3条虫子，叫硼聚、硼质、硼角，分别住在上中下3个丹田，专门给人招灾惹祸，斩掉这3条虫子就能成仙。这种说法是道教民间信仰里的通俗演绎，看着直白，其实把格局缩小了。在封神的修行体系里，三尸从来不是3条虫子，而是人心里的3重执念，是人性里的3个根本破绽。上尸对应贪，是对身外之物的执念，对法宝的贪婪，对名声的渴求，对胜负的执着，都属于上尸的范畴。中尸对应嗔，是对情绪的执念，生气、愤怒、偏见、好恶，遇事容易动怒，看人分3、6、9等，这都是中尸在作祟。下尸对应痴，是对自我的执念。师徒之情、门派之见、血缘之亲，乃至对自己肉身、道行的贪恋，都属于痴念。这3重执念就像3根绳子，把人和红尘因果牢牢绑在一起。只要有一根没割断，你就做不到真正的太上忘情，做不到顺应天道，也就永远成不了圣人。圣人为什么能力万劫而不磨？不是因为他们法力无边，是因为他们斩了三尸，心里没有破绽，因果沾不上身，劫数自然落不到他们头上。就像老子和元始天尊全程看着封神大战打打杀杀，弟子死了也好，对手败了也好，他们都波澜不惊，因为在他们眼里这都是天数，没有好坏，没有对错，自然也就不会动情绪，不会沾因果。但12金仙做不到，你把原著里12金仙的所作所为挨个捋一遍，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明晃晃的执念，三尸的痕迹重的几乎要溢出来。先说广成子，玉虚宫积金中的首仙，也就是12金仙里的大师兄，手里拿着翻天印，号称圣人之下第一杀器。按说他道行最深，应该最接近斩三尸的境界吧。可恰恰是他亲手挑起了阐截两教的全面大战。三叶碧游宫那段，广成子去送还火灵圣母的金匣关，本来是客客气气的外交差事，结果他先是在碧游宫门口和截教门人起了争执，失手打死了火灵圣母的弟子。进了宫之后，面对通天教主也丝毫没有收敛，话里话外带着优越感，把截教门人贬得一文不值。最后把通天教主气得当场拍桌子，直接下令摆诛仙阵，两教彻底撕破脸。你说广成子是故意的吗？未必全是，但他骨子里那种阐教高人一等的偏见，那种赢了就忍不住炫耀的好胜心，就是最典型的嗔念，是中尸未斩的明证。真正斩了三尸的人，根本不会有什么门派偏见，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更不会逞口舌之快，平白无故树敌。再看赤金子，和广成子齐名，手里有阴阳镜，他的执念全在徒弟殷红身上。殷红本来是纣王的儿子，被赤金子救上山，收为徒弟，结果下山之后受了申公豹的撺掇，反过来打西岐。赤金子为了收拾这个徒弟，不惜借来太极图，最后眼睁睁看着殷红被太极图化成飞灰。
原著里写赤精子事后的反应是心中甚是不忍，你别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在修行的语境里，不忍就是执念，就是痴念。天数一定，殷红该上封神榜，谁也改不了。要是真斩了三尸，就该坦然接受这个结果，不会有什么心痛不忍的情绪。可赤精子做不到，师徒之情就是他跨不过去的坎。还有太乙真人，护犊子是出了名的。哪吒闹海打死了敖丙，抽了龙筋，四海龙王告上天庭，太乙真人不但不罚徒弟，还给哪吒出主意，让他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后来又用莲花给哪吒重塑肉身。石矶娘娘本来是无辜的，徒弟被哪吒射死，上门讨公道，太乙真人二话不说，直接用九龙神火罩把石矶娘娘炼回了原形。站在我们读者的角度，可能觉得太乙真人护短护得爽，但站在修行的角度，这就是严重的执念，偏爱自己的弟子，不分对错的维护，这就是私情，就是痴念。真正的得道之人讲的是天道无私，不会因为是自己徒弟就偏袒，也不会因为是外人就针对。剩下的几位也各有各的执念。巨留孙对土行孙又气又疼，明知道徒弟贪财好色，也舍不得下重手。黄龙真人本事不算顶尖，却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最爱出风头，好胜心极强，灵宝大法师。道行天尊这些人也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好恶。说白了，这12位金仙修的都是法术、神通、法宝，是术的层面。在心性这个道的层面，他们并没有比普通修士高出多少。在昆仑山清修的时候，没有外界干扰，看起来个个仙风道骨，一入红尘，一遇变故，贪嗔痴3样东西立刻就冒出来了。这就是元始天尊那句空用功夫千载的真正含义，功夫都花在外面了，没往心里去。千年道行都是表面功夫。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斩三尸这么重要，元始天尊作为圣人师父，为什么不直接帮弟子们斩了？随手一道法旨下去，帮他们清除三尸，不就皆大欢喜了？这就是修行最残酷的地方，心法可以传，法宝可以给，甚至道行都可以帮着提升，但修心这件事，谁也替不了你。三尸是长在你自己心里的，是你自己的欲望、情绪和执念。别人最多告诉你这东西不好，要除掉，但除掉的动作只能你自己做。就像别人可以告诉你饭很好吃，可以把饭喂到你嘴里，但嚼和咽只能你自己来。元始天尊能做的已经都做了，他把最上乘的道法交给他们，把最好的法宝分给他们，在他们闯祸的时候帮他们擦屁股，在他们落难的时候救他们出来，甚至不惜拉下脸和师弟通天教主彻底翻脸。但唯独斩三尸这件事他帮不了，他能做的只有反复警告。黄河镇里是第一次警告，用弟子们的惨败告诉他们三尸不斩的后果有多严重。而万仙阵前他又说了第2次，这次说得更直白，更像最后的叮嘱。原著第82回，万仙阵开打之前，元始天尊先给黄龙真人解了金箍，然后对着众门人说了这么一番话：今日你等俱该涂满此恶，各回洞府，守信修心，斩却三尸，再不惹红尘之难。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今天这场杀劫过去，你们的劫难就算熬到头了，回去之后老老实实待在洞里，别再出来瞎晃了，把心思放在修心上，先把三尸斩了再说。你听出这话里的潜台词了吗？这不是鼓励，是劝退，不是说你们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成圣，而是说你们能保住现在的果位就不错了，回去安分点，别再折腾了。潜台词还有一层，成圣这件事你们就别想了，先把眼前的关过了再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过黄河镇一难，12金仙的道基已经受损了，顶上三花被削，胸中武器被散，相当于1000年修行被废了大半。虽然后来靠圣人的丹药恢复了一些，但终究是留下了暗伤，想再回到巅峰状态都难，更别说冲击更高的圣人境界了。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场杀劫，他们心里的执念不但没消，反而更重了。看着同门死伤，看着对手猖狂，心里的嗔怒、不甘、怨怼只会越来越多，离斩三尸的境界只会越来越远。所以封神大战结束之后，12金仙的分化
其实是必然的。其中4位，也就是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巨留孙，选择了转投西方教，跟着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走了。很多人骂他们是叛徒，是阐教的败类。但你换个角度想，这其实是最清醒的选择。他们心里很清楚，在阐教的体系里，他们已经摸到天花板了。阐教走的是斩三尸正混元的路子，这条路他们走不通，再修1000年也还是金仙，成不了圣。但西方教不一样，西方教讲的是功德成佛，讲的是慈悲度人，走的是另一条修行路线。不需要斩尽三尸，只要积累功德，发下宏愿，一样能证得果位，当菩萨，当佛，换个赛道，反而海阔天空。后来慈航道人成了观音菩萨，文殊、普贤成了4大菩萨里的2位，巨留孙成了巨留孙佛，果位都不比在阐教的时候低，甚至更高。这不是叛教，是么聪明人懂得及时止损，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而剩下的8位，比如广成子、赤金子、太乙真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洞府，继续修行。但按照原著的设定，他们终其一生也没能斩掉三尸，也就永远停在了金仙的境界，再也没能往前踏出一步。反观他们的徒弟杨戬、哪吒这7个3代弟子，反而个个肉身成圣，前途不可限量。很多人觉得不合理，徒弟怎么能超过师父？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首先你要搞清楚，肉身成圣和混元圣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很多人把这2个概念混为一谈，觉得肉身成圣就是成了元始天尊那样的圣人，这是天大的误解。封神里的肉身成圣，说白了就是肉身成仙，意思是不用战死，不用魂魄上封神榜，活着就修成了仙道，保留肉身，逍遥自在。和那些战死之后封神、受天庭管束的神比起来，当然是高了好几个档次，但本质上还是仙的范畴，距离混元大罗金仙的圣人境界还差得远。但即便如此，3代弟子的优势也比12金仙大得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包袱轻，执念少，因果浅。就说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把凡胎肉身全都舍了，连血缘亲情的因果都了断了。后来莲花化身，没有3魂7魄的拖累，天生就比别人少了很多执念。他虽然脾气暴躁，好勇斗狠，但心里没什么挂碍，打完仗就完了，不会揪着过去不放。再看杨戬，修炼8九玄功，能72变，肉身都能随意变化，本身就不执着于形骸，而且他性格沉稳，遇事冷静，整部书里几乎没见过他情绪失控的时候。连面对文仲、赵公明这样的强敌，他都能从容应对，该退就退，该忍就忍，几乎没有嗔念。这样的心性天然就适合修行。还有韦护，全程没什么存在感，话少，杀人也少，因果最轻，反而最后走得最稳。他们年纪轻，修行时间短，法力可能不如12金仙深厚，但心性上的包袱少，没有那么多陈年执念。就像一张白纸，虽然现在画的东西不多，但未来的空间大。而12金仙就像一张画满了东西的纸，技法再娴熟，也改不了上面的痕迹了。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12金仙之所以没能全部成圣，甚至可以说一个都成不了圣，根本原因不是资源不够，不是师父不帮，是他们自己跨不过心里那道坎。斩三尸，斩的不是3个妖怪，是自己的人性。而这也是《封神》这本书最深刻的地方。他写的是神仙打架，其实说的都是人间的道理。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了，出身好，学历高，能力强，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很高的位置，手里握着最好的资源，身边有贵人提携，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前途无量，未来能站到行业顶端。可走着走着，他们就停住了，再也上不去了。有的栽在了贪念上，为了一点利益铤而走险；有的栽在了脾气上，一点小事就暴怒，把身边的人都得罪光了；有的栽在了感情上，被亲情、友情、爱情绑住手脚，做不出正确的判断。你说他们能力不够吗？当然不是，他们输的从来不是能力，是心性。心里的执念太重，破绽太多，走到一定高度就再也走不动了。就像12金仙，1000年道行，顶级法宝，圣人师傅，
可三师不斩，终究是镜花水月。元始天尊的那句警告，只因三师不斩，六气未吞，空用功夫千载，哪里是说给神仙听的，分明是说给每一个普通人听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学技能、攒人脉、拼事业，都在给自己做加法，都在往身上堆东西，却很少有人停下来看看自己心里的破绽。你贪求的东西，你愤怒的事情，你放不下的人，这些都是你的三师，都是你人生的破绽。平时没事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所向披靡，可真遇到大事，遇到坎儿，最先把你拖垮的，往往就是这些东西。很多人总说我不成功，是缺机会、缺资源、缺贵人，可真正的平静从来不在外面，在你自己心里。心不定，再大的本事也没用，执念不破，再高的起点也是空。当然，话说回来，斩三师就一定是对的吗？成圣就一定是最好的结局吗？你看那些圣人，老子、元始、通天、接引、准提，一个个都高高在上，波澜不惊，看着天下生灵涂炭，看着弟子生死道消，他们都不动声色，因为他们斩了三师，没有感情，没有好恶，没有私情，眼里只有天数，只有大道。这样的境界确实强大，确实永恒，可也确实冰冷。而12金仙呢？他们有脾气，有偏爱，有私心，有软肋，会生气，会心疼，会护短，会犯错。他们成不了圣，因为他们身上还有人性。他们不是完美的神仙，更像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最后不妨问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选择，要么斩尽三师，成为无悲无喜、永恒不灭的圣人，从此再也没有爱恨情仇，再也没有牵挂羁绊，要么就做一个有执念、有软肋、会犯错、会痛苦的普通人，体会世间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你会选哪一个？或许封神真正的悲剧，从来不是有人成不了圣，而是修行到最后，最高的境界竟然是失去人性。而那些成不了圣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还活着。